走马观花佛罗伦萨，东方视角下的三处名胜。佛罗伦萨，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，对许多东方游客来说，既熟悉又陌生。它的名字在旅行攻略中频频出现，照片中的教堂、雕塑和广场令人心动。然而，对于不熟悉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人来说，这些景点的魅力往往停留在表面宏伟的建筑、精美的雕像，却不知背后的故事与深意。我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佛罗伦萨的3个著名景点：圣母百花教堂、佣兵良廊以及圣十字大教堂。以下，我将从一个东方游客的视角，分享对这3处景点的所见所感，并尝试揭开它们背后的文化故事。1. 圣母百花教堂，穹顶之下的震撼与疑惑。来到佛罗伦萨，圣母百花教堂几乎是无法忽视的地标。远远望去，那座巨大的红色穹顶像一顶王冠，俯瞰着整个城市。东方游客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它的壮观。教堂外墙上绿白相间的条纹大理石，像是某种精致的艺术拼图。旁边的桥托钟楼高耸入云，彩色的外墙在阳光下闪耀。还有那座八角形的洗礼堂，门上雕刻着金光闪闪的浮雕。对我来说，这些建筑美得让人屏息，但也让人困惑，为什么这座教堂如此巨大？它究竟代表了什么？走进教堂，我被内部的空间震撼了。穹顶内部的壁画色彩斑斓，画满了天使、圣人和一些看不懂的场景。东方人可能熟悉寺庙里的佛像或道观里的神仙，但这些西方宗教画作却显得陌生。壁画里的人物是谁？他们在做什么？这些问题萦绕心头，却无从解答。导游提到，这座教堂建于13世纪末至15世纪，是文艺复兴的象征。穹顶由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设计，是当时的技术奇迹。东方游客可能对文艺复兴这个词有些耳熟，但具体是什么，或许只停留在欧洲的文化复兴这样的模糊概念上。教堂的细节让人目不暇接。洗礼堂的天堂之门是东方人也能感受到的艺术瑰宝，金色的浮雕上，人物栩栩如生，仿佛在讲述一个个故事。导游说，这是雕塑家吉贝尔蒂的作品，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，比如亚当和夏娃、诺亚方舟。但对不熟悉圣经的东方人来说，这些浮雕只是精美的画面，人物的身份和故事背景难以捉摸。我只能感叹工艺的精湛，却无法深入理解其中的宗教含义。圣母百花教堂的魅力在于它的视觉冲击力。东方游客或许会联想到故宫的宏伟或敦煌的壁画，但这座教堂的宗教氛围和历史背景却让人感到隔阂。它的穹顶、钟楼和洗礼堂不仅是建筑奇迹，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缩影。对东方人来说，这里的美是直观的，但背后的故事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。2. 佣兵良廊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，雕塑中的英雄与陌生感。离开圣母百花教堂，步行几分钟便来到领主广场。这里是佛罗伦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。广场上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佣兵良廊和附近的雕塑，尤其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复制品，位于领主广场，原建在学院美术馆。作为一个东方游客，我对这些雕塑的第一反应是惊叹。他们为何如此逼真？为何大多不穿衣服？但这些人物是谁？他们的故事又是什么？我却一头雾水。大卫像无疑是广场的焦点。这座大理石雕像高大挺拔，肌肉线条流畅，眼神凝视远方，仿佛在沉思什么。导游告诉我，这是米开朗基罗在16世纪初创作的，表现的是圣经中击败巨人歌利亚的少年大卫。对东方游客来说，大卫只是一个名字，至于他为何重要，为何被塑造成裸体英雄，却是个谜。东方文化中的雕像，比如兵马俑或佛像，往往穿着衣袍，象征威严或神圣，而西方雕塑的裸体风格让人既新奇又困惑。我只能感受到雕像的精美，却不理解它为何成为文艺复兴的象征。佣兵良廊则像一个露天的雕塑博物馆，里面陈列着多座雕塑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珀尔修斯斩杀美杜莎。这座青铜雕像由切利尼创作，珀尔修斯高举美杜莎的头颅，脚下是他的尸体。东方游客看到这座雕像，
可能会觉得既震撼又怪异，为什么雕像要表现如此暴力的场景？美杜莎是谁？珀尔修斯又为何要砍下她的头？导游简单提到，这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，珀尔修斯是英雄，美杜莎是能让人变成石头的蛇发女妖。但对不熟悉希腊神话的东方人来说，这些信息就像听天书，只能记住英雄杀怪的模糊印象。梁廊里还有其他雕塑，比如萨宾妇女贝杰，展现了激烈的人物动态。我只知道这些雕塑很美，动作很生动，但背后的历史或神话背景完全不了解。东方人可能习惯于山水画或书法艺术，讲究意境和留白，而西方雕塑的写实与戏剧性让人感到陌生。佣兵良郎和大卫像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人体美和英雄主义的推崇，但对东方游客来说，这些雕像更多是视觉上的冲击，而非文化上的共鸣。3. 圣十字大教堂与但丁雕像，文学巨匠的遥远身影。圣十字大教堂是佛罗伦萨另一处重要的地标，位于城市东侧。相比圣母百花教堂的壮丽，这座教堂的外观显得低调，但内部却充满历史感。走进教堂，我注意到许多墓碑和纪念碑，墙上刻着陌生的名字。广场前的但丁雕像尤其引人注目，一个身披长袍，手持书卷的男子，表情严肃，目光深邃。导游说，这是但丁，意大利文学的巨匠，写过《神曲》。作为一个东方游客，我听说过但丁的名字，但《神曲》是什么？为什么它如此重要？我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圣十字大教堂被称为意大利伟人之殿，因为这里安葬了许多历史名人，如米开朗基罗、伽利略和马基雅维利。东方游客可能对这些名字有些印象，但他们的贡献和背景却不熟悉。教堂内部的装饰庄严肃穆，彩色玻璃窗和壁画让人联想到圣母百花教堂，但这里更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。我看到但丁的纪念碑，他并未真正葬在这里，还有其他名人的墓碑，却只能走马观花的看看，无法深入体会这些人物对西方文化的意义。但丁雕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的形象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文人，比如杜甫或苏轼。但《神曲》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完全陌生。导游提到，《神曲》描述了但丁穿越地狱、炼狱和天堂的旅程，是中世纪文学的巅峰之作。东方人可能熟悉《西游记》里的取经故事，但《神曲》的宗教和哲学内涵却难以捉摸。我只能感受到雕像的庄重，却无法理解但丁为何被如此崇敬。圣十字大教堂的氛围让人肃然起敬，但对东方游客来说，这里更像一个名人纪念馆，充满了陌生的名字和故事。比起建筑本身，但丁雕像或许更容易引发共鸣，他像一位古代的诗人，代表着文学的力量，但他的具体故事仍遥远而模糊。结语：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桥梁。走马观花的游览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教堂、佣兵良郎和圣十字大教堂，我感受到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艺术与历史魅力。然而，作为一个东方游客，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宏伟的建筑、精美的雕塑、严肃的雕像人物，却不知他们背后的宗教、神话和历史背景。圣母百花教堂的穹顶让我震撼，但圣经故事让我困惑。大卫像和珀尔修斯栩栩如生，但希腊神话和文艺复兴的意义遥不可及。但丁雕像让我联想到东方文人，但神曲的内涵却难以触及。这些景点的美是直观的，无需深厚的文化背景也能感受到震撼。但要真正理解它们，或许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西方的宗教、历史和神话。佛罗伦萨就像一本厚重的书，东方游客翻开了几页，惊叹于它的华美，却需要更多努力去读懂它的故事。也许下一次重访，我会带着更多准备，去探寻这些雕像和建筑背后的深意。